书记，水库马上就要泄洪。好，知道了。赵副局长，到，您马上去泄洪区排查，看看还有没有群众没有撤离。是。书记，您小声点，您让他休息。可是你们这么大声，他没法休息。记住，务必所有人员安全撤离。是。哎，高，你是不是要马上去前线？是，我马上走。哦，这个省报的记者他要去采访，我把他交给你了。切记形影不离，注意他的安全。您放心吧。这是我们公安局的赵副局长，现在冲在第一线的都是公安和人民解放军战士，你跟着他可以采访到第一手资料。你就是搞特殊化，想让他保护我。我真要是搞特殊化，现在就活下。注意安全啊！书记，您这么好的钢笔没摔坏吧？不会，这是我女儿用她的第一笔工资给我买的礼物，不会摔坏的。赵副局长，敬老院的人都撤离了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做了半天的工作，他们就是不肯走啊！特别是这些老年人，跟你说清朝到民国的，还说有什么龙王保佑。哎呀，就算是有龙王庙站着，这龙王爷他也有打盹的时候啊！是啊，这天都要塌下来了，到底怎么办呢？赵副局长，市级同权，您命令民警采取强制手段，逼迫群众撤离。采取强制手段，这怎么行啊？哎呀，这些老人家恋家如命，你不用点非常手段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。你难道让他们把命送在这儿吗？也只有这样了，就照你说的做。哎，赵副局长，这是我一路上写的新闻稿，把它一并转交给指挥所，然后发到省城日报社。你放心吧，一言为定。谢谢，我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。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放心。真快。
现在群众的撤离已经基本完成了，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灾后安置了。请教书记指示。一是总指挥，人员你来调配。好，那我马上请省委的吴副书记回省城调人来支援我们。还有，灾后工作重点。这是省报的田记者要捎回来的新闻稿。哎，小白，赶紧给他发到省城日报社去啊！好。哎，他人呢？怎么了？还在前线没回来？把他叫回来，让他喝口水，吃点东西。这个女娃娃来这儿都快2天了，还没见他歇着呢。曹书记，田书记，对不起哈，我没有保护好田主任，田记者他牺牲了。为了救洪水中的孩子，孩子是得救了，可他却被洪水卷走了。人呢？人没找到，水流太急了。我们下去找的时候，他人已经被洪水卷走了。只在附近的一棵树杈上发现了他的相机。在哪儿装走的？东地撤离区。我去找找他。夫人，这个女娃娃是你什么人？她是我女儿。五雷轰顶，此时的田福军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。小夏，我亲爱的女儿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这天都下落了。局长，找我啥事啊？张造武一笔电报，报岗省委书记发来的。啊？洪城大牙湾煤矿采煤5区孙少平请速来我处田。哎呦，报刊发到水了。这个田福军临危受命，组织抗洪抢险的工作的，你认识他呀？啊，他是田记者的父亲。不这时候找我会是啥事情？局长，我先走了啊！快去快去！本报记者刘晓霞，宝康市被特大洪水淹没。
宋少平吧？田书记在里边等你，进来吧。我就没有想到，小霞的男朋友是你。我是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你们的事情的，所以给你打了电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 他学习很好的。小夏是为了救一个小姑娘，被洪水冲走的。 我想看看小霞。只在河里边的一个树枝上找到了她的相机。说不定她还没死，没有什么危险。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相信，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。少平啊，那么大的洪水。 恐怕没有希望了。那个小女孩呢？得救了。我估计小霞是拼着最后的力气，才救下了那个小女孩。救下就好，救下就好。小霞。 我的闺女，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相信，她这样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但是她是用她的死换取了一个更年幼的生命。我为她感到骄傲，我也很欣慰。 少平，我非常感激你，在小霞的活着的时候，是你给了她爱情的满足。这一点我是从你们的日记里知道的。没有什么能安慰我这痛苦的心，为此。 我真的很感激你。
小霞留给我们的纪念物，就是这10几本日记。其中这3本是记录你们之间爱情的，就由你保留吧。这是你们青春共同的记忆。读着它，就好像我们还生活在一起。部署已知，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，晒得都快成了黑炭头。时时想起我那偷胆的男人，这想念像干点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。爱情对我是初见端倪，但已使我一袭珍妮，飘飘欲仙了。我放纵我的天性，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。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。是的，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，而应该是利他的，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，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，是融合在一起，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。你有没有决心为他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？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。否则，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。夫君说：“少平啊，你跟小霞都是我的孩子，今晚上就别走了，住在这儿。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但是今天不行，今天我一定要走，我要赶回黄原去。后天是我跟小霞约好在古塔山相会的日子。她虽然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如期的去和她相会。去吧，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，飞到那里，到那蓝色的海角，只有风在欢舞，还有我作伴。少平，你一定要记住这首诗。我记着呢。务农不应该成为你终身奋斗的事业。你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，不想坐火车去外面看看？少平，你也要记着，你不平凡，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。
平进入了睡梦。现在，只有睡梦才能减轻少平的痛苦。睡梦中，少平眼前出现的是他心爱的人，那张霞光般灿烂的笑脸，似乎在说：“亲爱的人，我终于来了。”在这一瞬间，少平忘记了痛苦，只有两颗相爱的心完全交融在一起，一切都那么炽热、美好、真实而又虚幻。现在离约定的1点45分，还有1个小时。小夏，你说过要准时到那个地方。要准时，要准时。我紧紧地抓住他的手，和他一起爬过横七竖八的梁柱。这就是我亲爱的人常年累月劳动的地方。我这才是第一次知道，我握着的这个手是多么的有力、亲切和宝贵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哭了，眼泪和汗水在脸上漫流。黑暗中没有人发现我在流泪，我为心爱的人流泪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切实地明白他在吃怎样的苦，他所说的沉重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愿我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，不再放脱。和高朗在黑天鹅吃饭，饭店里满眼的红色，红色的地毯，红色的葡萄酒，盘子里红色的鲤鱼，还有高朗满脸兴奋的红光。可我眼中只有排山倒海的黑色。是的，黑色，
黑色之中，他和他的同伴脸上淌着黑汗，一铲一铲的黑煤和到黑色的溜子上。他的脸上、手上、背上，一道道黑色的水渍勾出坚实的轮廓。和他之间的对话，永远不会无尽的吹嘘，只有对生活的热爱与尊重。有时候，我会蓦然想到我们俩的约会。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，我觉得有一种强烈不安的感觉，仿佛过去那些年来，我一心一意地在为这次约会做准备。后来，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，如期来到那个大剧院前。他向卖花姑娘买了一束铃兰，朝大剧院远处中央的走道走去。圆柱确实是8根。他在那里伫立了片刻，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球鞋、身材纤瘦的灰眼睛的姑娘，就驱车回去了。刹那间，我真想令时光停住，好让我回顾自己，回顾逝去的年华，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短衫的小女孩。让我追回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。他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拥有的欢乐和幸福。你好，你不必害怕。
你是外星人吗？我以前看过几本介绍外星人的书，书上说，你们是通过心电感应跟我们思想沟通的，是吗？对。不过，我们一般不想进入别的星球，因为这里把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都知道。但是刚才，你思念你女朋友的念力太强大，我们非常同情你，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她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她还活着吗？以你们世界的标准，她可能已经活不回来了。但是在宇宙中，包括地球上，某些生命已经达到了高度完美，就像精神不再需要物质和肉体，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。当然，以你们社会的进化标准，是不可能和他们有接触的。我听得不是太懂，是不是可以理解成，他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在了，可是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他还活着？可以这样理解。我还想问，再见。知道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你已经不在了。可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你还活着。生命总是美好的，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。既然活着，就应该好好的活。思念早逝的亲人，应该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。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，像往日一样正常的投入生活吧。即便是痛苦，也应该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。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缺欠的部分。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，才能使青春之花，即便是凋谢，也是壮烈的凋谢。小霞，再见。夫君，你临危受命，担任保康市市委书记，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任务，中央领导都表扬了你。我代表中央领导向你表示慰问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这是全体保康市干部和群众的功劳。关于你的任职，
我也想找你面对面的谈谈。半年来，保康市的各项工作都已经走上了正轨。省委准备把你调进省城，担任市委书记，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我听说，省委现在正在物色黄原市地委书记的人选。我觉得有一个人挺合适的。谁？我想申请平调到黄原市去当地委书记，请组织上考虑一下。你还想回黄原啊？我对那个地方最了解，我长期在那里工作，我对那儿最有感情。省委把我调到保康的时候，我连家都没有搬。我想，请组织考虑。你知不知道，一个保康市市委书记到黄原去当地委书记，看起来这是平调，其实就等于降级呀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还是坚持想去黄原区委。夫君啊，国家现在需要干部，尤其是需要优秀的干部。我不是在这夸你优秀，只是你是不是再慎重的考虑考虑？石书记，我个人的意愿是这样的，但是我服从组织安排。下。